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有2大终极痛点：一、时间永远不够用；二、躺床上总是睡不着。作为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科普区 UP， 我也想到了解决方案。原来睡8个小时的，现在压缩到2个小时，这样一来时间不就多了？而且睡2个小时肯定会困啊，那样是不是也更容易睡着了？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真佩服自己不要命的聪明才智。不过咱不是张嘴就来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还真查了一些资料，就想看看有没有人每天只睡2个小时。答案竟然是有。今天咱们就聊聊关于睡眠的几个问题，相信我一定能颠覆你的认知。一般我们认为人的睡眠模式只有一种，就是每天晚上睡6到8个小时，当然也有像青蛙公主谷爱凌一样睡10个小时的。其实人的睡眠模式一共有5种，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模式，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天睡1次，睡眠时长占一整天的1/3左右，叫做单向睡眠。第二种是一天分成2个睡眠阶段，晚上睡4到6个小时，白天再睡20分钟到1个半小时，这个叫双向睡眠。其实在没有电灯之前，把睡眠分成2段的做法可能是西方的主流选择。荷马史诗《奥德赛》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就提到过，比如男主角夜里醒了，然后给女神写个信继续睡。与之相对应的现在，很多人也有双向睡眠习惯，只不过是固定在中午和晚上这2个时间段。后面3种统称为多项睡眠模式，顾名思义就是一天睡很多次。多项睡眠在动物界很常见，超过86%的哺乳动物都表现出多项睡眠节律，这也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祖先们的睡眠状态。可以想一下你家的小猫小狗是不是这样？说是这么说啊，但细分后的每一种多项睡眠模式，你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接着看，第3种是由一个晚间睡眠加2到4个日间睡眠组成。如果晚上睡4个半小时，白天就睡2次，每次20分钟；如果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就睡3次，每次20分钟。还有的晚上只睡1个半小时，每天睡4次，同样每次20分钟。至于为什么每次都减少1个半小时，咱们之前提到过，这是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这种睡眠模式叫做 Everyman， 据说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意思。第4种睡眠基本上把白天黑夜的概念模糊了，就是每隔6个小时睡1次，每次30分钟，一天4次。你看这样的话，每天的睡眠时长就只有2个小时了。这种睡眠叫 Dimixian， 意思是最大限度的。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就是这种睡眠模式。他认为人类有一个能被快速补充的主要能量储备仓，只要你刚犯困的时候打个小盹，就能减少每天的睡眠时长。而且他从来不会感到疲惫，他的年轻学生也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最后一种 Uberman， 这个是从德语 Uberman 起来的，意思是超人，所以也可以叫做超人睡眠模式。这种睡眠模式是每隔4个小时睡1次，每次15到20分钟，一共6次，也就是一天只睡1个半到2个小时。这种超人睡眠模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所以如果有谁做到了，真的可以被称为超人了。我们熟知的一位大神，擅长绘画、雕刻、发明、建筑、音乐，通晓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有小伙伴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博学者天花板达芬奇。现在想想，难怪人家在各个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咱们之前提到过，一个完整的睡眠需要4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90分钟左右。这么说的话，多项睡眠显然满足不了。你像我一天睡8个小时还犯困，他们是怎么做到只睡2个小时还满血复活的？其实每个睡眠周期又可以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2个阶段交替进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你的眼球会不由自主地转动，我们做梦也是在这个期间，所以有时候一晚上能做好几个梦。更重要的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的身体会完全放松，进行深度修复。大脑也主要在这个阶段对白天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记忆。也就是说，快速眼动睡眠是最核心的深度睡眠阶段，它在一个睡眠周期中所占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也是为什么 Dimixian 和 Uberman 每次的睡眠时间都控制在20到30分钟。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20分钟可能还在床上数羊，他们是怎么跳过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直接深度睡眠的？有个意大利人叫劳迪奥斯坦皮，起初是一个狂热的长距离单人帆船爱好者。这种运动赛程多变，赛时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运动员需要挑战人体极限，睡个安稳觉肯定是不可能的。也是这个原因，他开始研究多项睡眠。在历时49天的多项睡眠实验中，他让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约斯特每隔3个小时睡30分钟，也就是一天睡4个小时左右。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几天之后，约斯特的状态趋于稳定，并且每次小睡几乎是立即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斯坦比认为，正是由于约斯特的多项睡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睡眠剥夺，而睡眠时长的压缩也使得他的身体被迫去提高睡眠效率，才能快速进入 REM 周期。不过只用个例来解释现象好像并不能令人信服。
很多专家觉得这种多项睡眠并没有科学依据和普适性，而且斯坦皮也在实验中发现，无论怎样的多项睡眠策略，都无法让人达到和正常睡眠一样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表现。所以他更倾向于，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没办法保证完整的睡眠，可以把多项睡眠当作弥补认知功能下降的一种手段，至少两害相权取其轻。睡眠模式还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喝咖啡睡不着，有的人就完全不会，所以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尝试，但如果一直没办法适应，还是不要勉强。与其一整天浑浑噩噩，真不如解决躺床上睡不着的问题。睡得好能提高白天的效率，跟增加时长的结果也差不多。首先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睡不着千万不要硬睡，你越想睡着你就越睡不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这国宝级的黑眼圈就是答案。另外也不要寄希望于喝点酒吃点褪黑素，它们只会让你的睡眠陷入恶性循环。下面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海军2分钟入睡法。我们都知道，军人在战场上要时刻保持警惕，万一睡得太香，敌军很可能在梦里就把你送走了。而且由于作战压力太大，很多人特别是飞行员都存在应激反应，睡不好状态就不好，有时候一个小失误可能就机毁人亡了。所以当时的美国海军少尉巴德温特就研究了一套帮助飞行员减压快速入睡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个方法记录在 Relax and Win 这本书里。据说经过6周的训练，96%的飞行员可以在2分钟内入睡，甚至包括枪声不断的情况。第一步是放松面部肌肉，躺下来闭上眼睛，额头、眉毛、鼻子、嘴巴、下巴全都放松，让脑袋沉沉地陷在枕头里。放松的时候伴随着缓慢的深呼吸，感受空气在鼻腔或者嘴巴里流进流出，后面几步也要保持深呼吸。第二步，从上到下放松脖子、肩膀、手臂，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如果没办法完全放松，就先绷紧肌肉3秒钟，然后再放松。第三步就到了下半身，从大腿到脚趾，同样也可以先绷紧3秒再放松。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像是一个大果冻，一碰会左右晃动那种感觉。最后一步让思想放空，大脑里可能会浮现白天的一些事情，糟心的、开心的都不用管，就任它在脑海里飘过，不要试图去抓住它。一旦抓住了，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如果没办法停止混乱的思绪，你可以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平静湖面上的小船里，仰望着蓝天白云，专注这个画面10秒钟，效果立竿见影。听上去步骤很多，其实就是从头到脚依次放松，伴随着深呼吸和大脑放空。1-2天可能效果不明显，但坚持下来，你就能练出倒头就睡的技能。要知道，飞行员练习这套方法是坐在椅子上的，比咱们躺床上要难多了。如果想要更快的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还能加上一些辅助技巧，绝对事半功倍。1. 困意来了马上睡觉，千万不要硬撑，这是绝佳的机会。一旦你撑过了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又不困了，再去睡就没那么容易睡着了。2. 作息规律，固定睡觉和起床时间，你的昼夜节律身体一清二楚，所以要顺着它，不能打乱。3. 灯光调暗，室温调整在20度左右，睡着的时候人的体温会降低，你先调整好就能欺骗大脑，让它误以为你正在睡觉，分泌相关激素。也可以睡前90分钟洗个热水澡，这样体温下降的更明显。4. 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电脑、咖啡，如果看书能让你犯困，倒是可以看会儿书。5. 长按点赞，一键3连。这条是我瞎编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